今天带来哪一支？白破凝香，好不好？白破凝香跟琥珀凝香不一样。它上面就写白的琥珀。哇，白琥珀。对，它是白。哇，看起来你已经开始录影了。对啊 ，White Amber， 白花加琥珀。昨天我们才刚录这个 White Flower， 对不对？对。今天是。昨天叫做绝色明。绝色明灵，对，绝色明灵。那这一支呢？白色琥珀。白色琥珀。是这样好。直白，对不对？好。因为我有订了这个全部啊，全部。那你昨天加今天这2款应该就分了不少，香水。其实喷了很多钱了，对啊。然后还有我一直深深的后悔，对啊，这为什么会那个？不要后悔，这个跟大家分享就会觉得划得来。对。昨天那个还记得吗？记得啊。什么 K 金啊？什么 K 金？4 K 金，它就占了10 K 金的，所以是 K 金比例是来40一样，40多%。然后盒子上面也有压纹印花哈，印花。然后这个品牌在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到位。对。打开来之后，哇，来这个对，一样是非常尊贵，对，摆在那边收藏的。对。好，对，这个是10克拉的 K 金。对，10克拉的 K 金，昨天我们有翻译过了嘛？啊，那我们来试试看它味道哦，好不好？买这一支之前，你大概对它的印象是什么？琥珀是不是都有带一点稍甜的感觉？对，甜的。那这一款呢，是不是也有？我觉得应该也是甜的啦，只是到底有多甜，糖度是多少，我们等一下马上喷一下来试试看，好吧？好，来试试看。那你香料表准备好？哎，你立刻 K 金就掉地上。没关系啊。是，就是视金钱如粪没有，非常介意，对，非常介意，对。来。好，来试试看。哎，不是2下。哈，2下啊，好。来。其实我很喜欢它这个系列，它呈现这个坏土，我大概试了2支之后，我大概知道它坏土的意思。坏的就是它的白花调。对，它这个白花调做的超美，绝对不是那一种很盛大、非常扰人哦。那或者非常的一定要让他知道说，我就像你，我就呈现在你面前这样。No，一大把白花丢到你脸上，对，不是，它不是，对，它就是洁白淡雅，就整个就是高雅的伫立在那边。哦，我昨天有说过嘛，等你去找他，而不是他跑来找你。对，你一定会去很多人的地方，但是你会去，当你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你会一定会去转头去找寻这个味道的来源。是，来，它的香调还是很简单，但是把它调得如此高雅，就是这个调香师厉害的地方了。来，好，我目前其实是还没有闻到它的中后调了哦，目前不是在它的前调。我想，它白花呈现的就是一贯的优雅，然后纯白的感觉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调，水果。它所有的水果呢，就全部画给你看，有葡萄啦，哈密瓜啦，或者是紫色皮的青苹果啦，紫色皮的葡萄或者绿色皮的葡萄都有。OK， 就是水果拼盘啦。中调就是茉莉、安息香。昨天也有白花茉莉，对，茉莉。那后调呢，纯粹就是琥珀跟檀木。好，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一很少会用红花哈去在这个系列里面，他很少用红花，他都是用白花去衬托出它的
典雅，应该是典雅。它就会叫 red amber， 或者叫 white amber。对，就是它可能它的观念里面，就是白花，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白花，当然在他手上变成如此的高雅、清新，清新，可能跟昨天的昨天叫什么？昨天叫做绝色明灵。绝色明灵还是会有一点分别，就是绝色明灵可能没有这么的，因为没有水果元素嘛，那也没有琥珀。是。那绝色明灵可能白天非常适合。白天非常适合，但这个可能就你看，因为有了琥珀，对，可能晚上我觉得会更适合一点，对，它更性感一点。当然，它的性感，所谓的性感是高雅，不是，你知道，不是大露特露那种啊，对。那你因为它的主要名称叫做琥珀嘛，琥珀，对。现在对于琥珀的感觉，哇，它真的重新定义琥珀。这个香材，我们闻到的琥珀都是非常夜晚的，非常醇厚的琥珀，但是调的这么清新高雅的琥珀，我们可能真的还是第一次闻到哈。是，对，因为多半我闻到琥珀，它是比较圆润饱满，对，然后带一点微甜的这种感觉，琥珀了哈。那但是这一支我倒没有很明显的感受到琥珀的这种。圆润饱满的感觉。现在还是百花哈，茉莉哈，你闻得到茉莉，就是跟昨天那个是有，整个是有持续的，就是持续的，就是这个系列的白花都让你觉得清新高雅，是高贵，高贵，所以它才叫所谓的皇家系列皇家系列。那你觉得这一支目前的前调，给你感觉是什么样的场合会出现？女生合适？一定是女生，对，女生会更合适一点。就是也许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是buddy，就是可能把某些女孩子当成兄弟一样。是。她一喷这个，她就变成是非常非常高贵，你就对想要开个玩笑的时候就会稍微收敛一点。想要手伸出去，这个上面跟下面挥舞的时候就不敢了。没有啊，想要勾肩搭背的时候啊，对啊，勾肩搭背，对，勾肩搭背。我都不太敢跟女生这样勾肩搭背。现在不行了，对，他只要一点点觉得不舒服，就是对。因为感受是对方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那如果对方来对你勾肩搭背了 ，OK 啊 ，OK 啊，对啊，好，那最好是女生了。那最好是女生啊，好，没问题。好，那好，白色琥珀白色琥珀是这一支，你觉得女生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用这一支？我们已经试了2支啊，就是 Queen 的高定系列，我觉得它适合的场合基本上都是万用的，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真的是万用的。是，就是不挑场合。不挑场合，其实也不太挑季节。对，约会也可以，上班也可以，下班也 OK。对。那年纪呢？你觉得这一支是？这可能要一点点社会的历练了，这个要一点点社会历练，才能更添风雅，更添风雅。对。如果年纪太轻的朋友喷这个，可能会，我觉得会有点撑不太起来，但因为它的价格，年轻的朋友可能也撑不起来。是。你不是现在年轻人很有钱，可能要比你有钱。比我有钱是正常的，对啊，我都一直赚那个血汗钱、辛苦钱，对啊。那我觉得这一支女生特别合适。对。那我觉得出社会上过班，准备往中阶主管前进的路上，这一支是很特别能衬托出他给人的气息，倒不是气势哦，他没有那一种咄咄逼人，其实完全没有，这个系列没有咄咄逼人。对，但你知道，你常讲说，当你做到了主管之后，带人要带心，对不对？这带心就是让人家来追随你，而不是你去控制别人。没错。那我觉得这一支 White Amber 就有这个白色琥珀，它就有给人家这种感觉，就是他领导人是让人家追随着他的心这样子，而不是他反过来去要求别人怎么样。而且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像这一支透露出来的风情，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女孩子，
透露一点点的小性感。所以小性感可能是露了一下锁骨啊，而不是那种露胸、露腿、露肚子啊，对不对？好，是。那个焕哥来了，我们让他试一下那个白芷凝香哈。啊，白什么？白芷凝香。它是白芷凝香，白破凝香。有啊，每个都熟的啊。来，我们先从淡的开始嘛。好，今天要拍3片。好啊，好啊，当然。好，欢迎博君加入哦。到我们这边，其实前调快要结束的时候，对。那博君讲一下目前。讲重点，一瞬间，30秒，开始。禅意，心灵平静，悠远深长。是不是这个女孩子喷是不是就跟昨天那个比起来？昨天那个我们等下晚一点再试，好像她有一点点小性感，可能露了一下锁骨，但是不是露胸啊、露腿还露屁股啊，是就露了一大堆那种。她就是在优雅的当中稍微展现了一点点小性感。因为琥珀嘛，比较适合。但我觉得它很中性，中性，对。然后再配上这个茉莉的味道，对，这是重新定义了白花的香调。不愧是250周年纪念的6支神级作品。对，这是250周年的其中一支，对不对？对。好，那我们研究一下这个前中调，优雅的白花。是，那待会后调的时候，我们再回来一起加入，跟大家解说哦。没问题，待会见，拜拜。拜拜。好，回过头来了，白色琥珀，白色琥珀，对，白色琥珀。我觉得白色琥珀，我直接讲啊，白色琥珀让我现在闻到的是，草木的味道，草跟树木的味道。本来一开始是花香，白花香嘛，白花香，对。我走到现在，我反而觉得是草原间的树林跟草，带给人的天然纯净的感觉。好，琥珀跟檀木，安息香。后面回到一个沉稳的一个香调了，就没有前调那个水果那么活泼的味道了。前面你有闻到水果？有啊，我一开始是蛮因为越甜一点，越甜一点。是。因为这几支都是非常经典的香水，那品质也都非常的高了。对。那基本上超过他们的当然是有，但是我相信不多了，一定是不多了。大概都是天花板等级的味道了。那我觉得这个比较让我想。感觉是进入了这个树林间的感觉，目前现在的感受。那博君呢？博君在闻这一支的后调，现在是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平静，平静、静谧的感觉，安息香，就很想安息的这样。不是，那个又飘出来了。不是，就是它有一种空灵感。对，它会让你穿透空间，然后到一个就是遥远彼方的感觉。这个很显然就是一瓶戏啊，对吧？公三回我看透了什么？看透了什么？对，哇，很像那个佛陀涅槃之后，哇，开始灵魂到宇宙各地，或者是世界各角落，类似这种感觉，是不是？对，因为。我是只有第一次在这个系列的这一支上面闻到，第6代传人 Olivia 调出这种类型的味道。对，其他的还真找不到。对，他其他作品没有类似。没有类似。你刚刚讲一下 Olivia 第6代是谁 ？Olivia Creed 第6代传人，他是 Creed 第6代，他是他们家目前是他的香水所有的负责人。是哦，应该是说他已经传给他儿子啊，可是这些东西他做出来的。他儿子真的是不行，对，扶不起来，对不对？也不是，他儿子做行销嘛。对他儿子就是做算背后公司管理的首脑啦。对，他老爸努力创作这样。可他老爸年纪大了，你看那个70、80了，70、80，对啊，可以退休了，该交棒。所以我们最近为什么会一直讨论到他，就是
可能是后继无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啊。后继无人，所以再把老爸前面重新再秀一次就对了，是吧？也不是，你看，像他那时候耗费了7年的时间调出 Viking 围巾，对。可是吉老板说的没错，你看去年，对，今年初，他儿子跟他又把围巾拿出来做一点点调动，做出了荣誉 Viking Cologne。对，所以你说没错啊，就是把以前的东西拿出来变一下，冷饭热炒一下这样。好像怎么没讲出一个好的东西？这个不是求新求变，求变啊！就从以前的曲子再拿出来重新编曲一下，会 remix， 对，会有新的感受。对 remix 吧，对。哦，多半就是遇到一些创作瓶颈的时候，就没有原创了。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今天正好早上在谈一个事情的时候，找到以前台湾一个蛮大的这个 GMP 的生产厂，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要合作一些事情，结果他说没问题，你知道，因为他第一代的创办人，他说他做很大哦，你们应该都知道他是哪一家讲出来，但是后来他说我交给我女儿，他叫谁，你跟他联络，他老爸讲了一副很可诚，以前我们就合作过，结果后来他女儿跟我讲，他说我们这边因为内部的坚持就是对于自己生产出去，创造到生产都是一贯的，所以对于代工别人的东西，我们是原则就是都不做就对了。所以等于是，这让我体会到，这个是老爸扮白脸，这个女儿当黑脸。但不管是不是真的，但是我经常感受到就是第一代都是很敢尝试，因为有机会我就试试看嘛，有些人先试再说嘛，不行再修整嘛。可是第二代反而比较守成，就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一个城池守住，对，所以就相对更保守。对，那你不能说他对或错，对，因为他的这一代的任务使命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如同我们再回到贝的这个身上来，就类似我们就把它好像他又把它重新把它带出来嘛，对，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的巅峰啊，我觉得就是在这6支问世之后了。对，这6支皇家尊龙系列出来之后，应该就算他已经把他的所有毕生所学都教出来了。OK。现在那对于你们这乡民来说，会不会觉得有点？不会啦，因为让我荷包也省了。没有嘛？对啊，也没有省啊，因为他要出那种1000梦啊。好不好？这边来看起来500的，250，500、1000，容量做变化。但是必须我也私心老说，他当然是我的爱牌，可是你看后面的追赶者，应该追赶者非常的凶狠啊，像阿莫吉啊，1年要出多少新箱，对不对？对。然后七杰夫啊，1年要出多少新箱？对。可是我觉得有个本质上的差异啦。对，就是因为 Creed 家里之后，他们 Creed 的家族等等，就是他要新 Creed 啊，对啊。就是就只能没有外聘了，对啦，就是他自己调啊。因为爱慕就是有外聘啊。对，外聘。对啊 ，FN 也外聘啊。这等于说就很像台塑，就是再怎么样都要自家人。要姓王啊。对啊，就是要自家人经营嘛。对啊，就是自家人啊。就是不会交给这个专业经理人了。对。那我们也没办法说对或错啦，因为我们可能还不到那个历史，没办法回头来。但是他爸爸真的是创造出了无数的好香，这一点是几乎是宗师级的，应该是宗师级。点头如捣蒜。对，是，对。我们全部喜欢的都是爸爸调出来的。真的啊。对啊。而且他在男女香是一样的成功，都会有他对于差不多香材都会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真的是很难得。就是我们可能看香材表是平淡无奇，但是它经过它整理调香之后，给你出来的这种高级感，真的是其他品牌很难做到的。对，立下了一个业界的标杆的高标准。那也同样就是因为这个老爸创造的这么好，儿子难突破，只好寻求管理上的突破。真的是没办法。对，那就是没办法。管理上的突破就是把它卖掉。对，管理上的突破就是100沫变250沫这样。因为你看可能很久就有了。因为你看一般的香水都是可能是我们知道就是一直往里面对于这个香材啦，对，浓度啊，
有没有？就是不断的叠加上，你很少找到一个这么淡雅，但是却这么清透，但是却这么高雅的味道。意义深远，对不对？对。你刚刚又让我想到，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传到第6代通常都传不下去？对。你知道我们这个是什么？禅宗啊，禅宗第1代达摩一叶渡江来，对不对？来中国宣扬这个佛教，就传到第几代？你们不知道对不对？第6代，六祖坛经慧能，果然有慧能，是不是？所以，这个通常第6代我们也不要指望它第7代会有出现，应该就停在这里了，好不好？再看我们说的对不对？好，那这一支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这个评分，白色琥珀，白破凝香 ，White Amber， 白破凝香，比昨天稍低一点，还是有稍低一点。所以0到10分，你给几分？你记得你昨天给几分吗？15分啊。OK， 好，那天花板嘛，白花的天花板。你怎么给15分？White flower。对，他直接给到15分。他说那个是白花的天花板。对，对我来讲，角色命令没错啊，按你自己用。对。好。那白色琥珀呢？稍微低一点，12分好了。12分。等下满分几分啊？10分啊。10分啊。所以他还是给他很高的评价。好，那国军呢？我给到9分。9分。因为茉莉这样做，我第一次看到。对。OK。那我蛮喜欢它后面花香调进入到了这个树林间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树林间的感觉，所以我会给它满分10分，我会给它9.6分。以花香的走法来说，我会给它9.6分，而且这也是经典的大作品之一嘛，对不对？对。好，那最后要讲什么？等一下拍30秒，要记得。对，要记得拍30秒，好不好？那我们下一支再跟大家介绍。没问题。下一回见。拜拜。拜拜。拜。